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8000的彩礼，这不是要你妈我的命吗？再说了，你可是在大单位上班的，肯娶她，她就应该烧高香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开口要彩礼的？更何况你们都在一起3、4年了，怎么还要给彩礼啊？都同居了，这和二婚有什么区别？不嫁给你，谁还肯要她？我刚刚走到房间门口，就听到陈星妈妈说我要彩礼的事。我没有立马进去，因为我想知道陈星是什么态度。陈星是我男朋友，是我不顾家里的反对也要谈的男朋友。我没有打断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。我对陈星还是有点信心的，毕竟我们谈了也有3、4年，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。而且我也想知道陈星是什么样的态度。可是现实却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，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现实很骨感。我本来以为陈星会坚定地站在我这边，好好和他妈妈说道。可是他却说，没错，之前追他也是因为看中他那个有钱老爸，要不是他还是个独生女，想着以后他爸的都是他的，我才不追他呢。等我在这里站稳了脚跟，妈你就跟着我享清福吧。还是我儿子知道心疼吗？陈星和他妈妈冰冷的声音传进我耳朵里，我全身僵住，眼神顿时冷了下来。38000的彩礼钱要搁平时，还不够我买个包包的。要不是看在他家境不好，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走个过场，我也不会提出只要38000。可是这区38000却像是要他家大出血一样难受。再说了，连他的工作都是我偷偷托朋友给他找的，还私下里偷摸给他安排好，就是为了照顾他可怜的自尊。可他妈妈竟然拿这个作为在我面前炫耀的资本，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。当年死乞白赖的求我当他女朋友的人，斯文有风度和做事细心，竟然都是装的，是他营造出来的假象。当初为了和他在一起，我当着爸爸妈妈的面不惜代价和家里决裂。我还以为我找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好爱情，没成想这只是一个骗局。本来上周我特意回家多陪陪爸妈，已经和爸妈的关系缓和了一点，好不容易让家里答应我和陈星的婚事。我爸爸不仅答应了不要彩礼，而且还全款买套房子给我们作为婚房，另外陪嫁一辆150万的车。可是还没等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，他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想着如何空手套白狼了。好在上天怜惜我，让我早些知道真相，早些脱离这个陷阱。既然他们不仁，就不能怪我不义。我的眼里染上了冰霜，我要让他们为自己今天说出来的话而后悔不已。我刚走进房间，把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护肤品放在桌上，陈星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口：怎么又买这些个东西？家里不是还有吗？再说了，你那张脸图啥不得？省着点凑合用就行了，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陈星说完，手掌不耐烦地搓了搓。如果在平时，我肯定会认为他是因为我们结婚要攒钱才有金钱上的压力，而我也肯定会为此自责。但是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他口中不耐烦的语气在我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。看着他往日的温柔都已不在，换上一副极其不耐烦的表情，我的心似乎被紧紧地握住，然后被扔进冰天雪地中，实在是让人寒心。陈星的妈妈在旁边看着，嘴里噙着笑，似乎在说：我儿子说得对。我轻蔑一笑，但是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摊牌的时候，我必须让他们心里的小算盘通通落空。我一转身，换了个委屈的表情，轻轻地挽着他，才缓缓开口道：这不是准备结婚了，我想着为你省点钱吗？
所以我就去找我闺蜜拿了点护肤品，也不用钱，不是吗？我耐着性子接着说，而且我闺蜜说了，等我们结婚那天的服装、发型和妆容都不用钱，她都包了，全部给我俩免费。果然听到不用钱3个字，陈星和他妈妈的脸色马上就缓和了过来拍拍我的手，并连连称赞我和我闺蜜，白然你真是太懂事了，林叔也是讲义气的。陈星妈妈嘴里的白冉是我冉杰集团的千金，林叔是我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闺蜜，我们市里最大的龙头婚纱集团就是他家的。只不过我们平时都比较低调，除了身边比较相熟的几个朋友之外，其他人很少知道我俩的身份，只知道我们家境比较富裕一些。这些我都没有告诉过陈星，我之前一直以为我遇到了是我的真命天子，所以我不嫌弃他的家境有多不好，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，我也只能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他除了知道我爸有点小钱，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林叔是我闺蜜之外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不让他知道那么多也是林叔的主意，因为他总觉得我这个男朋友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老实。我当时竟然还以为林叔是羡慕我找到了不被金钱玷污的爱情，可是真相却给了我狠狠的一巴掌，让我不得不低头。现在想想，我应该感谢林叔，不然我可能要等到他们陈家算计完我家的财产，再狠狠把我抛弃之后，才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想到这里，我长舒一口气。当晚我就把我闺蜜约了出来，在夜色酒吧碰面。我还没看到她，就被一个妩媚的身影挡住了我的视线。你个没良心的，终于想起来找我了，谈个恋爱连人都见不着，真无趣。说话的人是我闺蜜林叔。我定睛看了一眼她，妩媚性感的小短裙，美艳的香肩微露，锁骨线条流畅，妥妥一个夜色的小女王啊。想想自己之前明明也和林叔一样，光彩明艳动人，生活潇洒又自在，偏偏为了一个男人一头扎进去，还自我感动到死。叔叔，我可想死你了。说罢，我紧紧抱住林叔，他不留情面地推开了我，并用眼神示意我别来这套，一脸嫌弃的眼神。我们俩站在酒吧的门口，我向周围瞄了一圈，人来人往的都看着我俩互动，是怪尴尬的。在包厢里，说吧，是因为陈星才找我的吗？林叔一语中的，一下子就戳中了我的心事。我立马垮下了脸，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林叔。他手一叉腰，嘴里不停地骂着我，无非就是说我遇人不淑，还不相信他的话。我低着头，自知理亏，听着他说完。30分钟后，他的声音停了。我知道他不是没有话骂我了，他应该是渴了。我自觉地端上一杯水放在他面前。爱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那现在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我陪你去手撕了他，还是找点人收拾他？你想怎么做？只要你开口，我就陪你。呜呜，林叔真好。林叔抬手给了我一掌，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不就是遇到个渣男吗？多大点事？我和林书明说了，现在先不挑明，后面找到他的痛点再还击，不然我这3、4年的青春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林叔表示理解，有什么需要让我招呼一声就行。我再次感动，果然男人没有闺蜜可靠。为了不在陈星面前先露出破绽，我今晚还是要早点回去，不能陪林叔喝几杯了。林叔对我连翻白眼。不急，后面多的是时间一起喝。回到陈星的住处，没有见到他人，反而是他妈妈拉着我一个劲的打探，
林叔，你之前说的那个婚纱礼服等等不用钱，是真的吗？陈星他表哥过2个月也要。我把视线从前面这个妇人身上收回来，压下了内心的厌恶，换上一副笑嘻嘻的表情。我听他说的大概意思就是问林叔能不能麻烦给他的侄子也免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之类的。从我和陈星谈恋爱开始，他妈妈就很少给过我什么好脸色。这回从他的话中我才意识到，原来是认为我一个城里的女孩花钱大手大脚，会败完他儿子的钱，所以才会看我哪都不顺眼。想想也好笑，前一秒还冷漠无情的态度，现在有便宜占了，才摆出这虚伪的嘴脸，倒是也没有多震惊到我，毕竟也看清他的嘴脸了。我在想，只是知道林叔有家婚纱礼服定制店，就这样谄媚。要是让他知道我是冉杰集团公司的千金，他会不会因为今天在房间里说过的话而悔清肠子？当然可以的，毕竟以后都是一家人嘛。我克制住自己的表情，连忙回了一句。陈星的妈妈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，立即甩开了我的手，谄媚的表情一收。呵，变脸大师啊！我心底憋着一股莫名的气，脸也黑了下来。但是我告诉自己，不能为不相干的人和事气坏了自己。想到这一点后，我瞬间就不气了。调整好心情走进陈星的卧室，他果然在里面。大概是猜到他妈妈会和我说什么，所以故意躲起来不掺和吧。毕竟他是个爱面子的人，这种事情他怎么好意思和我来开口呢？他恨不得躲得越远越好。他见我走进来，快速起身，拉我过去，从我后背环住我的腰，把下巴搭在我的肩上。如果是平时，我一定会因为这个甜蜜的动作而温柔地笑出声。可如今我只觉得恶心，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。明天我们去林叔那里试试婚纱吧。他的声音从我耳边响起，我不禁有些许的疑惑。以前只要提起我闺蜜，她都是一脸不屑的，难道现在是突然关心起我们的婚礼了？但我不会再信她的话，所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不过我也只能答应下来，我还正愁着抓不到她的痛点，给她狠狠的还击呢。第二天，我们一大早到了闺蜜的婚纱礼服定制店铺。真的是早起毁一天，我一脸的怒气，旁边的陈星倒像个没事人一样。看到我闺蜜后，也没有和平常一样，面前的一幕让我匪夷所思。陈星一双贼一样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林叔看，眼神里闪烁着一抹不明所以的情绪，被我锋利的眼神捕捉到。这男人到底想干嘛？我闯进他看向林叔的视线，走向了林叔，被我打断思绪，突然回神的陈星也没有恼。他向林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并推着我去试婚纱礼服，他自己却和林叔在外面独处。我看向林叔，他立马给了我一个放心的眼神。叮咚，手机来了一条信息，我打开一看，是林叔。我套一下他到底有什么阴谋。果然懂我者闺蜜也。在试衣间换上这套婚纱礼服，很是繁琐，但做戏总要做全套，台子都搭好了，主角怎么能不登台呢？不然岂不是太浪费了？我在试衣间换上婚纱，前前后后大概也就10来分钟吧。我走出去，发现陈星妈妈竟然也到这里了。陈星见我出来，眼神里没有出现我曾经所期待的惊喜，嘴里只是敷衍着好看好看。我嗔怪地瞪了他一眼，这死男人真的是愈发敷衍我了。我刚想到他面前去吼2声，却被上前走来的陈星妈妈挡住了我的视线，视线完全挡住之前，我隐隐约约看到陈星一点点地往林叔身上靠。我已经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，
表面上却不动声色。我知道林叔肯定有他的主意。陈星妈妈拉着我，笑眯眯地说：“反正你们的婚礼还没有那么快，你看这件婚纱能不能先让陈星表哥女朋友结婚先穿？”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内容。话音刚落，我脸一下子黑了下来。店里婚纱那么多，偏偏就要我身上这件，这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吗？还是说就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呢？连旁边站着的导购员看见了，都尴尬地把脸转到一边去。然而陈星他妈妈并没有觉得自己的要求有多过分，他甚至觉得我就该让，反正最后和他儿子结婚之后，还有啥不是他儿子的？我也不在意了，男人我都不打算要了，还在意这一件婚纱吗？我缓了缓脸色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。”他听我这样说，连忙拿出手机给陈星表哥打电话。晚上，在夜色酒吧的包厢里，刚坐下来，手机就滴滴滴个不停。林叔示意我先看一眼手机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。我点开一看，是一份借款合同，借款人的信息竟然是我的。明晃晃的2个大字：白冉。借款金额100万，这个数额对于我不多，但是对于陈星他们家可就是一笔巨额财产。林叔看我皱着眉头，也不惊讶，似乎一切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。这个是我请的私家侦探去调查发现的，借款时间是在半年前，也就是你和白叔叔决裂的那段时间。我的事林叔都清楚，和家里决裂这件事也不例外。他当时还因为这个事情怪我不够冷静，以至于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我。我理了理自己的衣袖，勾唇一笑，看来这还真是他蓄谋已久的事情了。林叔告诉我，陈星今天在我试婚纱礼服的时候，明里暗里的让林叔抵押婚纱礼服店套现，和他联手做更大的生意，还能每年分到50万诱人的分红。陈星可不是有经商头脑的人，他这一举动让我们更加的疑惑了。可惜了，陈星找错了人，林叔可不是能看上这50万的人，而且开婚纱礼服定制店也只是一个兴趣爱好而已。可是我很好奇，他突然需要那么大一笔钱做什么？林叔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放心，事情已经让我助手去帮忙查了。以他的人脉关系，这不是什么难事。要不是我现在和家里的关系才刚刚得到缓和，这件事我也能自己安排好。不过我很相信林叔。”我俩对视一眼，笑嘻嘻。看来一场好戏就要上演了。自从那天晚上在夜色和林叔聊完之后，我们已经有2、3天没有联系了。再次联系，是他助手查到了陈星那一笔巨额财产的去向。林叔的助手把信息发到我手机上，看到真相，我震惊了。这笔钱竟然用在了陈星老家，全款买了一套4居室的房子。而且林叔的助手告诉我，这是他自己所谓的婚房，我却毫不知情。婚房那么大的事，陈星竟然都没有和我说。让我更惊讶的事情还在后头，房产证上除了陈星的名字，还有一个女人的名字，何小梅。这不是她妈妈的名字，她也没有姐妹之类的，所以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我心底里升起了一阵疑惑，但更多的是心底的介意。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林叔的电话就进来了。我按下接听键，里面的声音慢悠悠地传出来：“他在农村有一个老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2岁多的女儿。”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：老婆、女儿。后面林叔说了什么，我也没有留意听。虽然说我已经打算不和陈星继续下去了，但我们也是谈了3、4年恋爱呀。
感情是假的就算了，竟然还想骗我的钱回老家过潇洒的日子，而且还是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想都不要想。骗我感情可以，骗钱不行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，坚决不能让他一家子的计谋得逞。挂了电话，我决定回一趟自己家。回到家，发现没人，问了家里的阿姨，才知道爸爸妈妈去南方看我叔叔了，得去1周。也好，这样我可以自己处理好这件事，不用他们还为我操心。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，想了很久，打了个电话给林叔，让他帮我雇个私家侦探，收集陈星那个借款合同的非法证据。我要让他把吃进去的都给我吐出来。我也不打算回陈星的住处了，现在我是连装我都懒得装了。他那个50-60平的拥挤出租屋，难不成比我300平的大房子还香不成？本小姐，我有钱，长得也不丑，难不成还怕找不到更好的男人？也怪自己恋爱脑，傻傻的付出，还自以为能感动他们一家子的吸血鬼。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待了2天，陈星没有找我，反倒是他那个妈妈给我打来了个电话。你死哪去了？之前说好先给陈星他表哥用的婚纱礼服，现在又要收钱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有些许的无语，果然只有牵扯到钱才会来找我。我想这件事大抵也是林叔的手笔吧。不过我很满意。你说话呀，哑巴了？没有听见我出声，又吼了一句。拿人家的东西用要给钱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我反驳他，他却加大音量，似乎谁声音大谁就更有理一样。你这死丫头，这2年我们陈家有亏待你吗？都是一家人，非得要弄得那么难看？不用看到人我都知道话筒对面的人此时是什么一副嘴脸了。都是一家人。那我问你，何小梅是谁？她也和你们是一家人吗？我冷不丁地问一句。对面沉默了许久，没有出声，然后直接就把我的电话给挂了。呵，这可不就是心虚了吗？5分钟之后，陈星的电话也打了过来，我直接挂断。他又打了几次，我最后还是接听了。我想听听他会怎么对我狡辩。冉冉，你都知道了？他试探性地问道，似乎在考虑该不该继续隐瞒下去。陈星，所以何小梅真的是你在老家的老婆是吗？我竟然成了你们之间的一个小三？我他娘的像个傻子一样被你骗得团团转，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我克制不住地吼出声，心里愤怒不已，被迫当三，谁能不气急了呢？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着你了。是，我老家的确有一个老婆，但是我不爱她呀，我只爱你一个。我们这3年多的感情不是真的吗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有那个女人的存在，也无法撼动你在我心里的地位。只要你和我结了婚，我就马上和那个女人断个干干净净，陈家只认你一个儿媳妇。这该死的普信发言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什么香饽饽了，说的好像我有多么迫不及待当他们陈家的儿媳妇一样。到底是谁给的他这种盲目的自信？可能是没听到我出声，就以为我有所心软。他顺势接着说道，再说了，我妈早就对何小梅有意见了，谁让她只给我们陈家生了个丫头片子，以后只要你给我们陈家生个大胖儿子，你干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，你又何必和她一个乡下女人置气？我真是被她的话气笑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心疼我自己还是心疼那个叫做何小梅的女人。人家裹小脚，她倒好，她裹小脑，还以为自己是哪朝哪代的皇上呢，还给她生个大胖儿子，想得美。我直接挂了她的电话，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
之前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他是个缺小脑的人呢？此刻我真是无力吐槽，只能说我眼瞎吧。也怪不得林叔对我之前的做法一脸的嫌弃。我现在才发现我错的有多离谱。想了想，我第一次谈恋爱也该让自己体面一点。我们分手吧。我把信息发过去给陈星后，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。原本我是连信息都不想再给他发的，可是我这个人嘛，还是喜欢有始有终。可是陈星却换了其他人的手机号给我发信息。我那么爱你，我不信你会那么狠心。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说分手就分手了吗？这是你单方面提的，我不同意就不算。白冉，这些年你吃我们陈家的，穿我们陈家的，你现在说分手，你知道给我们陈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？我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去看看，除了我以外，哪个男的还会要你这样的女人？只要你还肯回头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这一条条该死又让人冒火的信息，我反手通通删掉，让他见鬼去吧。眼不见心不烦，他换一个手机号，我就拉黑一个，我就不信了他还能闹腾多久。果然，才过了2天，手机再也没见有他的骚扰信息了，让我感到无比的舒服。不能和傻逼论长短才是硬道理啊。另一边，林叔也着手帮我联系律师打官司，准备把陈星用我信息来借贷的合同告上法庭。一开始，陈星还死乞白赖的拒不承认，且一口咬定是我自愿帮他借款的。直到林叔甩出种种证据在他面前，他也只能耷拉着脑袋不敢否认了。最后合同被法院宣告无效，并且由我的信息借款的全部金额全由陈星背负。知道我是冉杰集团千金的那一刻，他满脸的不可置信，跪着求我原谅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结局真的是大快人心。而我又从即将已婚的身份变为单身人士，又开始以前那美好的生活，潇洒自在，简直不要太快乐。1个月后，陈星很突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给我吓了一跳。看着眼前的这个人，明明年纪还不过不立之年，却胡子拉碴、蓬头垢面的模样，和之前大相径庭。看得出来最近过得不是很好，但是关我什么事呢？陈星刚想靠近，我下意识地往后退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嫌弃一般，低着头站在那里，诺诺地说：“我知道错了，乡下那个女人我也离婚断干净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”他似乎很不甘心是这样子的结果。我朝他摇了摇头，很遗憾地告诉他，至今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真的是太可悲了。他愣在原地，而我也没有再搭理他。我转身往林叔的车走过去，头也不回地坐上车离开。之前就已经从别人嘴里听说了他最近的状况，很惨。先是被法院宣告合同不合法，还强制被迫卖掉了老家那套房用来还钱。乡下的老婆也知道了他在城里瞒着他谈了个女朋友，房子最后也没能到手，一气之下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陈星他妈经不起钱财方面的打击，也变得时常呆呆傻傻。而陈星因为形象的受损，已经被之前的公司辞退，现在也没有单位愿意招聘他，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局，是挺惨的。可是关我什么事呢？我给过他机会的，是他不懂得珍惜。在他身上，我付出过我的感情和我的信任，我也以为自己是遇上了美好的爱情的。可是现实是如何对我的呢？可我释怀了，也放下了。坐在车上，我感觉车上的风都是自由的，我眯着眼睛迎接我的单身生活。林叔开着车，嘴里发出哈哈哈的笑声，
并和我说今晚不醉不归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